大家好，欢迎回到宋说新语。科学的发展啊，它是来自于好奇和这种追求的活动。过去几年，一个斯里兰卡裔的年轻科学家的名字呀，就像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啊，可以说在科学界呢迸发出了璀璨的光芒。他呢就是42岁的迪亚兹助理教授啊，他出生于斯里兰卡。是从著名的科学家在早年啊就展现出了过人的科研天赋。2017年吧，迪亚斯呢和导师合作呀，宣称在极高压强下呢创造出金属氢的里程碑式的这么一个发现。虽然遭到了一些质疑，但还是给他带来了助理教授的这个职位和荣誉。那在2020年这个被寄予厚望的年轻人就再次震惊了科学界。他发表了在《自然》杂志上的一篇研究，宣称在常温查压下，制造出了一种由碳、硫和氢组成的室温超导体。如果属实的话，这将开启量子科技新时代的这种里程碑式的突破。但是好景不长啊，仅仅几个月后呢，首批质疑这个迪亚斯的声音就出来了。那么理论物理学家指出，这个迪亚斯的论文中呢，关键的磁化力数据存在诸多的疑点。接着呢，更多的研究者对他的数据处理方式、原始数据以及这个可复制性提出了质疑。那经过几年的时间，迪亚斯和他的合作者在多个期刊上发表的论文呢，一一被撤回，理由呢是大同小异，怀疑存在数据造假。那到2024年这个曾经被寄予厚望的年轻助理教授，已经有9篇论文被撤回，1篇曾经做出更正。所以《自然》杂志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秉承所谓科学的精神对这个迪亚兹的这个论文做出调查也决定彻查真相。2024年3月，他们独家披露了一份内部调查报告，说呢，这个长达124页的报告由罗彻斯特大学委托3名独立的物理学家编写，揭开了迪亚斯一连串的这种科研这种失信行为的这些可以说是罪证吧。那个报告就详细记录了如何就是迪亚斯他在《自然》2篇被撤回的这个论文中不惜伪造虚假的原始数据，反复篡改实验结果，隐瞒真相，误导合作者，甚至呢还从自己的博士论文中剽窃他人数据，都是为了让数据证明他在常温下获得了超导现象的这么一个所谓的突出的主张。那面对这个调查委员会提出的铁证呢，迪亚斯呢似乎已经无话可说了他虽然呢对报告呢做出了很多的这种反驳和回应，但是他始终呢不提供任何能够证明自己就是清白的这些原始数据，就是 raw data 所以报告最后无情的下结论，这个人已经无法再信任这位研究人员了。所以这一时间呢，就各方对这个事件这个反应呢都是扑朔迷离的。因为迪亚斯他辩称学校你的程序有误，授权不公，存在偏见成见但始终对这个核心问题，就是数据是否造假，他没有给出令人信服的这种解释。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有一部分人呢对这个事件呢产生了进一步的忧虑和疑问。那迪亚斯的事件呢，是否对整个室温超导研究这个科研的这种前沿领域就抹上一个污点呢？加剧了这个大众以及这个企业界的这个不信任，是吧？是否会让一些新概念呢在诞生的早期就会被扼杀在摇篮之中呢？毕竟就我们说年年倒年年假，就是你让我如何相信他呀？我们今天聊迪亚兹的这个事件其实呢，就是我最近也有很多感觉，包括对室温超导现在可以说进入一个绝对的低潮。那就是一个比较吸引的眼球的论文，在 B 站上的播放量我的视频也就是1000多，而在其他平台上，比如那就更少了。
啊。那包括其他的这个做实验的其他的导派联盟的视频啊，观看量都不大。应该说呀，没有更大的消息，这个所谓史文超导这个话题呢，可能就慢慢的沉寂下来了。没有重量级的正刊的论文，这个史文超导呢，也许短时间内会被人慢慢的遗忘，这是可能的啊。这个可能很多导派的朋友听了都觉得有点接受不了，但这是一个事实。但是呢，这样的事实总比造假要好。那迪亚兹的这个造假，可以说我感觉呢，这个事件呢都感染了，像个病毒一样感染了史文超导这个话题，让很多人对这个史文超导啊就避之如蛇蝎啊！一听说啊你在关注史文超导，老宋你是不是有病啊？大人谁看这个呀，是吧？跟赵本山小品里说的一样。实际上我们看啊，就近年来啊，有很多这个名人啊，张嘴就说一个名词，自己造个新词儿，洋洋得意啊，也有一些啊。确实是一些重大事件诞生了新的名词，但是很快这些名词啊，起码在我们的语言环境里边，逐渐的就被玩坏了啊。这个玩坏的原因呢，各种各样的情况都有。一个可能是他提出这个名词极其的不靠谱啊，他的认知极其有限，又洋洋自得，对吧？也有可能呢，就是公众对这个事情不理解，也包括呢，这个事情本身就有瑕疵。比如说史文超导，目前来说呢，没有一篇啊能上正刊的论文。包括 LK99 的原始团队以及旗下团队，没有一篇的论文上了所谓的正刊。那毕竟啊，你搞的这个科学研究，你是在这个科研圈里边，你不是在宗教圈，也不是在民谣圈，也不是在摇滚圈，是吧？所以呢，获得主流的认可是你绕不过去的一个坎，哪怕你是真的倒了，也是这样。但是我前面不是说过吗？无论你认可不认可，总比造假要好。起码从目前我感觉啊，就是我们导派的这些朋友做的很多数据啊，很多实验啊，一个是有视频为证，一个也有反复的测试，花了很多的钱啊，我觉得他们的数据肯定是比较真实的。当然了，现在呢要做到完全的悬浮和零电阻，目前来说呢确实还比较困难。这也是啊，目前在3月4号啊，老金在 APS 发言之后，又进入了一个新的低谷的这么一个阶段。当然我觉得呢应该说呀，就是每一项所谓重大的发现，它都会经历这种磨难也好啊，这个波折也好啊。你比如说电，是吧？早期呢它是被称为异端，直到富兰克林的那个尖端实验，放电实验。你像进化论也遭到过宗教的谴责和迫害，直到达尔文的这个物种起源，是吧？那么马斯克的这个 Neuralink 啊，现在是就是人脑接口啊，脑机接口，被很多的这个主流的这个神经学家以为质疑它没有任何创新，我们早就干过了，直到人家瘫痪的棋手现在能下棋了。所以每当我们回首的时候，都会发现呢，那些曾被质疑为疯狂的这种理念啊、发现啊，最终都开启了科学啊新的领域和新的天地。所以呢，史文超导这个概念现在呢在被一部分人或一些不太关注这个朋友认为这是已经成了异端了。但是呢，我们看到了，实际上每天几乎都有新的超导的论文上传到 Archive 服务器上，也有更多的文件呢被正刊接受。我觉得呢，在不远的将来从 LK999 所引起的这一轮新的铜掺杂前磷灰石也好，或者加硫也好，加其他的东西也好，这一轮新的材料以及超导的研究会最终登上正刊，被大家承认。那这一切的前提就是要有公信力，不能造假。那好的，这就是这一期我们关于迪亚斯造假以及史文超导目前遭遇的这个低潮的这么一个话题。谢谢大家收看，你有什么想法特别是关于导派这个研究我们说这个史文超导进入低潮，有自己的想法，也欢迎您留言。咱们下次再见，拜拜。